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个发生在朝鲜的案件，它给我们带来的除了对谜团的疑惑，还有一种似远非远的窒息感。这个女人前一秒还在韩国综艺节目上大笑，后一秒就在朝鲜国家电视台前哭。短短3个月时间里，她究竟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开片之前，小袁想问大家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问题：如果你从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一直掩盖错误、从一个权力无比集中甚至是专制的国家离开后，你还会心甘情愿地回去吗？我们本期案件的女主人公就是一名从朝鲜离开的年轻女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脱北者。因为种种原因，她后来还成为了韩国影视圈的小网红。本以为她会永远定居在韩国，可后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所有人。因为在突然失踪3个月后，这名女子居然出现在了朝鲜电视台里。镜头里的她还带着泪水忏悔，说自己在离开朝鲜后生活无比糟糕。这个忏悔视频被曝光后，立即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历经无数曲折成功逃到韩国的她，真的是自愿回到朝鲜吗？还是说她是被朝鲜特工给绑架了，被骗回或者被强制运回了朝鲜？自愿还是被迫？主动还是胁迫？答案离我们很近，但又似乎很远。在正式介绍这名女子前，小渊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朝鲜和韩国这对冤家的历史。其实在很久以前，朝鲜半岛并没有分裂成当今的北朝鲜和南韩国，半岛上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小日子过得虽然不怎么富裕，但总体上也算是比较稳定。但舒服的日子过得久了，就容易忘记居安思危。好巧不巧，这时旁边的日本一直在锻炼身体，还搞了个名声不小的明治维新，拳头迅速大了几个码数。练了这么久拳击的日本，总想找个人试下自己的水平。逛了一圈后，就把首任目标锁定在了朝鲜。在海上过了那么久的日子，也想去陆地换换环境。在日本找朝鲜练拳的同时，北边的沙俄也凑了过来。看到日本打得这么过瘾，沙俄也戴上了拳套，要跟日本比武，谁赢了，朝鲜半岛这块肥肉就给谁吃。2个拳手纠缠了很久，最后实在忍不住的日本就找到沙俄秘密谈判，提出以北纬38度线作为界限，一起瓜分朝鲜半岛这块肥肉，一人一半，非常公平。而这也是38线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但是沙俄根本就不答应。我这么大个壮汉，你叫我跟你这个瘦子平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位拳击手继续打了起来，最后日本这位瘦小伙居然干趴了北方这位肌肉男。被人当肉在砧板上分割的朝鲜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进行了反抗。几乎在同一时间，其他地方也纷纷举行了拳击赛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战。这时趁着日本陷入失败，苏联就趁机出兵朝鲜，表面是为当年的战败报仇，实际上还是想吃肉。在苏联一路披荆斩棘南下的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了朝鲜半岛，有肉不吃，那还叫美国吗？所以美国就顶替日本，成为了和苏联比武的拳手。被这2个大家伙来家里这么一闹，朝鲜半岛的人民就更惨了。这时北朝鲜就告诉南朝鲜的兄弟，我们不能再继续分家了。可因为种种原因，原本是自家人的2兄弟直接干了起来。其中北朝鲜这位兄弟最狠，一路南下，快要把南朝鲜给吞了。而这时有点小慌张的美国就直接出面，直接把南朝鲜他哥干到了邻居家门口，也就是中国东北附近。火烧眉毛后，考虑到国土安全等多种因素，中国就顶替苏联和美国干了起来。打着打着，2个人也烦了，就以38线划分朝鲜半岛，变成了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北边姓社，南边姓资。那干了这么久的架，很多拳击手的身体都可以说快虚脱了。那当然，也有人靠卖拳套赚了不少钱，也有人连自己的底裤都输掉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韩国就打开国门，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还过得挺不错。可他北边的那位兄弟那就不太一样了。
总觉得有钱还不如有权，因为有权就意味着有权，因此家里是越来越穷，最后很多人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偷偷离开，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期的女主人公林志贤。林志贤出生于1992年，2011年时独自逃离朝鲜，当时他才19岁。根据他的说法，他是先逃到中国东北一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名当地男子，同时也是帮他偷渡和负责接头的中介。为了避免被警局查出真实身份，林志贤就和该男子住在了一起，并假装是夫妻。因为如果被发现是偷渡入境的朝鲜人，会被直接送回去。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林志贤没法直接工作，自然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那又怎么办呢？因为他的语言和口音和当地人明显有区别，说没几句话，别人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不过林志贤如果真的想找，也不是不可能，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找一些比较底层的工作，那还是没问题的。而至于林志贤究竟是怎么离开朝鲜的，具体过程呢，我们不得而知。在这之后将近3年时间里，他又是怎样躲避当地警方的排查，又是怎样养活自己的，详细经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明朗了很多。从中国东北离开后，林志贤就一路南下来到了泰国，并于2014年到韩国首尔江南定居，开始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之所以会进入韩国，一是因为语言问题，二是因为韩国对脱北者的政策。在很久之前，韩国官方就表示愿意为脱北者提供帮助，当然不是给他们的叛逃直接提供帮助，只是说如果这些人能够顺利进入韩国，在遵守韩国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他们就可以获得韩国公民的身份，又或者以救助难民的身份帮助他们。具体呢，取决于脱北者的个人情况。那娱乐业非常发达的韩国还专门搞了一些综艺节目，邀请了很多愿意露面的脱北者。在节目中，主持人会代表观众询问他们各种问题，包括此前在朝鲜的生活经历，比如说家里是不是必须得挂最高领导人的照片，又或者朝鲜人民是不是真的食不果腹等等。总之，为了达到节目效果和收视率，他们恨不得直接把这群脱北者大脑中的内存给拆出来，然后给观众看看他们的经历。到达韩国后，林志贤也参加了相关节目，也给观众介绍了自己在朝鲜时的生活，比如在自己上学时干过类似于小商贩的买卖，就好像是你某些大学室友在宿舍囤了很多零食，周围有需要的同学就会下单，然后你就送货上门。不过林志贤这种呢就比较低调了，因为他说朝鲜不像韩国，很多物资呢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大多数都是按计划分配，加上很多人并不喜欢资本主义这一套，所以必须得低调进行。节目播出后，有些韩国网友就认为这档节目有炒作的嫌疑，因为很多脱北者不会披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和经历。至于上综艺节目这种事情，说的严重点就是找死，因为朝鲜特工可以说无处不在。那些敢抛头露面的脱北者，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无牵无挂，比如说家人都离开了朝鲜，而任凭他们怎么评论朝鲜当局，他们都不用怕遭到报复。除了说出自己干销售员的经历，节目中林志贤还披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军了，因为参军可以提升家人的地位，还可以让家人获得更多的生活物资。可真到参军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太草率了，因为军队里性别歧视非常严重，很多男士兵会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忠诚得到奖赏，但女兵则很少得到奖赏，甚至有一些女兵还会被迫成为奖品，被男兵随意挑选。也许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林志贤才下定决心要变成脱北者。其实就大部分的脱北者来说，他们成功离开朝鲜后会很低调的生活，包括使用假名甚至是整容等手段，这让人们就找不到他们在朝鲜的家人或朋友，避免他们受到惩罚。一些脱北者还表示，如果林志贤的家人还在朝鲜，那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他在朝鲜的家人会遭遇怎样的事情，轻则流放偏僻之地，重则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林志贤在韩国综艺公开批判朝鲜的同时，有人就在网上发帖，
此前林志贤仗着自己长相漂亮，成为了网络女主播，帖子下面甚至还有女性的裸照，还有畸形视频。网友称这就是林志贤售卖自己肉体实拍的。从肤色和脸型以及眼睛的形状来看，图片上的女主确实很像林志贤，正常人也会认为这两人就是同一人。有网友还专门拿出了林志贤穿泳衣和不雅视频里的女主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两人右边乳房上方都有1颗痣，但也有网友认为这些照片有被 PS 的痕迹。而至于里面的畸形视频，很多都是不同视频巧妙拼接而成的。他们猜测这些帖子背后的主导来自于朝鲜某个组织，他们试图用这些东西抹黑脱北者林志贤，让他人设崩塌，陷入舆论风波。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他的脱北经历。林志贤后来也否认了这些照片和视频，他说有人在故意陷害他。有人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说朝鲜是地球上少数禁止其公民离境的国家之一，这种禁止远在我们所理解的限制之上。此前小渊一直以为从朝鲜离开的脱北者大多肯定都是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难民，肯定个个眼神空洞，骨瘦如柴。可在网上搜了一下后，却发现事情跟我所想的似乎差得有点远。因为自从叛逃事件屡禁不止后，朝鲜就加强了很多防范措施，包括实行家人连坐惩罚制等等。而在这群成功离开的脱北者中，很少有真正的底层穷苦人员，相反，他们很多家人都在朝鲜政府身居各种要职。这群人的叛逃远不是中东难民那种几十上百人挤在一条小船，或者被关在昏暗密闭的船舱里面的难民。他们很多人原本就身处国外，所谓的脱北只是走进韩国大使馆里面，然后向工作人员表明身份和来意。而对于这群脱北者，韩国方面似乎也是来者不拒，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这类人。其一，可以套取朝鲜各部门的运营情况，以此窥探朝鲜的发展；其二，让这些人作为外宣工具，进一步在精神上瓦解上面这位铁皮邻居。而至于剩余的那些底层脱北者，他们只能从朝鲜出发，要么通过鸭绿江偷偷潜入中国，要么潜入俄罗斯或者蒙古等等，但是大概率都会被边检发现，然后原路返回。有一项卫星证实的数据显示，自从1992年以来，朝鲜出现了将近30万名脱北者，但是能够成功抵达韩国的人只有3万多人。作为本期的主人公林志贤，有人说从外在条件判断，他根本就不像是朝鲜的底层人员，而且一个10几岁的女孩就有能力甚至有胆量贩卖商品，这就更加表明她在朝鲜的家庭条件不一般。林志贤表示，到达首尔后，他搬到了江南区，没错，就是那个遍布富人的地方，而在那里他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在脱北者综艺节目上，凭借姣好的面容和有曲折的经历，他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甚至还成为了一个女网红。而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包括娱乐圈的各种演艺机会。他开始存钱，开始结交韩国朋友，周围人都说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虽然人在韩国，但是林志贤一直都没有忘记在朝鲜的家人，经常会通过中介寄钱给父母。而几乎每一次寄钱，他都必须亲自飞到中国和中介亲自见面。2017年上半年时，林志贤就参加了韩国影视剧节目的录制。同年4月份时，23岁的他还在自己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动态。他说，这也许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生日，感谢所有支持自己的粉丝还有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公开回忆过去的勇气。可就在4月份后，周围朋友发现林志贤突然人间蒸发了，他再也没有出现在韩国媒体上。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失踪3个月后，林志贤突然出现在了朝鲜电视台上。不过这可不是因为他出演的影视剧作品在朝鲜上映，他上的节目是朝鲜官方对外宣传的节目，节目标题为登上韩国媒体脱北者的真相。当时林志贤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上衣，胸口还带着朝鲜的红色标志物，而他昔日的一头卷发也全部被剪，颜色也由棕色变成了深黑。对比3个月前的妆容，林志贤的变化就有一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跨越。在节目中，林志贤的名字叫做春风，
有人就猜测，也许这个才是他的真名。 저국에 죄를 짓게 만들어야 제놈들이 시키는 대로 저 여자를 꼭두각시처럼 이제 따라하고 이제 그렇게 나발질을 해대게 하려고 그런 속심입니다. 그놈들의 속심은. 저국을 배반하고 남선으로 도주 한 것만으로 죽을 쟁인데.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都在哭泣，并且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韩国的遭遇。林志贤说，自己在2014年1月时抵达韩国，在2017年6月回到了祖国朝鲜。自己之所以会去韩国，是因为自己幻想着在那里可以赚很多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那里的一切都由金钱支配。可是对于自己这种脱北者，韩国根本就是人间地狱，自己只能忍受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不出意外，在回忆了自己的脱北经历后，林志贤还说到了自己如何被迫在韩国的电视中出现，又是如何被迫在节目中发表对朝鲜消极的言论。对着镜头，林志贤忏悔说，之所以重新回到朝鲜，是因为自己无比想念自己的父母，因为一时的冲动和愚蠢，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自己没脸面对朝鲜最高领导，自己也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忏悔视频一出，立即就引起了韩国网友的热议。有些人表示，我不知道你在韩国综艺节目里回忆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但在你这个忏悔视频里，我觉得你就是在睁眼说瞎话。韩国一档自媒体节目针对此事做了街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林某不是自己主动回去的。很多脱北者也表示，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意再次回到朝鲜，回到昨天那个令人窒息又绝望的国家。而对比3个月之前的面貌，网友就发现林志贤的面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脸颊两边明显就比以前鼓了很多。有人说是他吃胖了，但是这种可能似乎并不怎么合理。那首先，对于经常上电视节目的林志贤来说，他肯定知道外貌的重要性，长得漂亮的脱北者就是他的热度来源，有这副面容再配上故事才会有卖点。但是也有人给出非常奇葩的假设，说林志贤3个月之前就回到了朝鲜，然后被当局强令增肥，因为他们要让镜头前的人知道，韩国对脱北者一点都不友好。看看我们的国民回到朝鲜3个月后就人怨了这么多，这说明我们朝鲜人民物质生活充足，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相比较于这种有点扯淡的说法，小渊我就更愿意相信林志贤是被人打肿了。但是就拿客观事实来说，的确有那么一小部分脱北者在成功离开之后又回到了朝鲜，原因包括被其他国家发现非法入境，或者实在无法在外面养活自己等等。但是林志贤明显就不是这种，因为他在韩国有挺高的人气，他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生计难题。而后来调查原因还发现，他其中一张银行卡里还有2万美元的存款，而且一直都没有转到朝鲜境内。林志贤的朋友说，从来没听他说过要回朝鲜，不过在此前经常听他说过要飞往中国，因为没法直接从韩国寄钱给父母，必须和中间人面对面交易。但是每次在中国待的最长时间也不超过2周，而这一次在好久都没看到他之后，就以为他又飞到了中国，直到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他，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他们检查了林志贤公寓的衣柜，发现他大部分行李都在屋里，而且没有任何打包带走的迹象，也没有留下任何告别的信件。如果林志贤真的想回到朝鲜，那他至少应该收拾一些东西，或者带走一些贵重的物品。公寓的房东也表示，其实他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林志贤的房门一直都没有锁，而且房门的钥匙就放在屋内的桌子上。对于林志贤在朝鲜的闪现，他的朋友是怎么也想不通。朋友就猜测，林志贤可能被中介出卖了，又或者在中国时他不小心被朝鲜特工给盯上，甚至直接从韩国被秘密诱骗回朝鲜。因为一直以来都有脱北者试图把自己家人带出朝鲜，其中一个中转站就是中国东北。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林志贤被朝鲜特工盯上。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林志贤在脱北过程中欺骗了和他结婚的那个中国男子，在利用男子获得合法身份后就一脚踢开了他，
导致后来被这名男子向朝鲜举报。可是问题来了，这么大个人要怎么从中国给运到朝鲜呢？那其实这也不是难事。根据资料，林志贤的父母和妹妹都在朝鲜境内，只要用家人威胁他，他自然会乖乖配合。如果林志贤宁死不从，那就给他伪造个朝鲜安全部人员的身份，然后给他打上麻药，裹上石膏，假装这是遭遇意外的人，通过特殊渠道直接从丹东这个地方运回朝鲜。而这种操作呢，就来源于 YouTube 的某位脱北者的描述，至于真假，小袁就不知道了。不过林志贤的朋友实在无法相信他会主动回到朝鲜，因为这是带着汽油往火坑里跳，尤其是他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些话，足以让他回去之后被人架在火上烤。在林志贤失踪后，韩国调查人员就决定从他的社交账户入手。他们在发出信息后，用相机对着聊天窗口，希望能够查到一点新线索。而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是，在发出消息的仅仅4分钟之后，聊天界面就显示有人读了这条消息。调查人员继续发了几条消息，但从始至终对方都是已读不回。按照正常思路，林志贤作为脱北者，无论他到底是不是主动回到朝鲜，他的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当局的红线。尤其是他还在韩国媒体上主动露面，主动讲述在朝鲜军队的事情，这就已经是红线中的红线。所以当他一回到朝鲜，他的电子设备肯定会被没收，甚至是被朝鲜安全部门监控。那结合林志贤离开韩国时的异样，韩国方面就怀疑林志贤根本就不是自愿回到朝鲜，朝鲜安全部门肯定用他父母和妹妹作为威胁。正如他在失踪前里社交媒体的留言下方就有3个表情包，分别是2位老人还有1个年轻女孩的动漫头像表情。那接着韩国调查人员就尝试拨打林志贤的号码，但是电话直接就被人挂断，这表明有人仍然保留着他的手机，并且正在监视他。在失踪3个月后，林志贤只公开露面过3次，一次是穿白色衣服的忏悔视频，另外2次是接受朝鲜记者的访问。在这2个视频中，他都指出了韩国的黑暗。在8月份播出最后一个视频后，林志贤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电视上，就像人间蒸发般突然消失了。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的下落，他到底在哪里？他又是否已经被朝鲜秘密处置，然后埋在某个偏僻的角落里？无数网友都想知道答案。在后来辗转几番后，韩国的调查人员就找到了当初和林志贤结婚的那名中国男子，并与他互通了电话。这名男子表示，林志贤是自愿返回朝鲜的。高墙和铁网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在默默承担这一切，而这群人从来都不是建起高墙围起铁网的人。我是小袁，我们下期再见。